对了，今天阿姨捡到了一把钥匙，我以前没见过，我去试了一下，好像是你书房抽屉里的。你里边放了什么呀？还上了锁？你打开了？没有啊。我们虽然是夫妻，但是还是要彼此尊重隐私吧。没有经过你的同意，我哪敢随便翻你的东西？老公，你里面放了什么呀？藏了什么秘密？睡觉。作业，送我们去医院吧。哦，师傅。西雨的病情不是很稳定，所以我建议还是带他住院治疗比较好。妈妈，西雨要去见徐护士了。西雨啊，乖啊。对不起，周野，我有点不舒服，你看前面有没有个洗手间，帮我停一下。好。西雨啊，妈妈下个车就来，你在车上乖啊。胡总，你没事吧？是那边，我带你过去。妈妈带你去买果汁，好不好啊？徐护士，门怎么开着？人呢？西雨，别着急，我去找。西雨。徐护士，徐护士，你不是徐护士，徐护士呢？这里是哪里？西雨，没有私家车的时候，如果你想去哪里，就去坐公交车或出租车，只要告诉出租车司机你想去哪里，他就会带你去啦。
公居那边。哦，那你就帮我谢谢他们吧。嗯。现在请太太韩先生来了。还没找到西雨。我刚才给邹毅打电话的时候，他正好在公安局。我想他应该是去找弟妹了。我知道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他是怎么去的那个地方？我去找他。你去找。西雨是我弟弟。不是20，是60。请问多少钱？都说是60了，难道你不会看表吗？可你怎么说你都不听是吧？下车，赶快下车！这样，你要找的人是不是就在这里？赶快给他们打电话，让他们出来。姐夫，你认识这个怪人？什么怪人啊？说话跟我客气点，给我听好了啊！他是我姐夫，我是他小姨子。他是我小姨子。没跟你联络吗？没有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平安，我们先不喝了啊。来，姐夫，我们到了。刚刚我在楼下遇到姐夫的，姐夫幸好遇到我，不然那个出租车司机肯定把他拉去警察局了。西雨，你自己搭出租车来的？嗯。你下次不要这样了，妈一定会担心死的。哦，好。姐夫要喝点什么吗？都可以。你看。画的好棒的，太像了。看这个武器，画的太像了，还有大炮，三十。西雨，岳父大人好，岳母大人好。副总，车准备好了。哇！谢谢岳母。多吃一点。你看这江家离咱们这儿这么远，西雨自己打车回来，一人跑那么老远，真是进步好多哟。哎，问题是我付的车费，我帮姐夫还垫了40块钱呢。哎，不对啊，姐夫从那儿到这儿不应该40啊？你肯定被人坑了，姐夫。哎，月亮，你通知清洁膜吗？嗯，妈在路上了。不，我不要回家。什么？你不回家？你要住在这里？对，我要住在这里。
哎呦，我曹一芳有什么不好啊？女婿缘倒是蛮好的，2个女婿都抢着跟我住。哎，许开门，估计是我老公。老公回来啦！胡总，嘿，胡总来了啊！还有今天我您好，妈，莹莹啊，你现在把她拉到你妈妈这儿来，你认为我们之间的问题就会解决吗？不是，这是那个西雨自己跑过来，怎么能怪莹莹呢？您看我们正吃饭，要不然一起吃饭，吃完饭再回去。不用，我把孩子带走。西雨，回去吧。西雨，回去吧。西雨，江西雨。请你们喝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什么呢？平安的事儿，我们本来应该是登门道歉才对，现在这都怪我这个没用的爸爸，把这个事情弄成这个样子。谁来跟你说平安的事情啊？亲家母、亲家公，你们2位在我的眼里，向来就是一个最懂得人情世故的老实人。但是今天，你们把我的儿子扣在你们家里，这于情于理，都有点太离谱了吧？不是这样的，其实平安还活着的事儿，莹莹她根本就不知道，是我。你要怪那就怪我好了。其实我们也打算让莹莹离婚，可是莹莹她说她离不开西雨，她为了西雨她不肯离。您在说什么呢？离婚？你喝大了你！离婚，请你告诉我谁跟谁离婚的？你想一想，现在你的女儿把我这个儿子调教得多好啊，事事都听着他的。连这个平安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跟我江家有半毛钱的关系吗？就当了亲啊宝啊的什么，还想给他当干爸爸？哎，这么傻的女婿，这么听话的女婿上哪儿去找啊？离婚，喝大了你！西雨，你跟妈回去吧，你这样我很为难的。妈，你先出去。西雨啊，这里不是我们的家，这是徐护士的家。平安呢，是徐护士的儿子，所以他们2个就得住在这儿。你是妈妈的儿子，你得跟妈妈一起回家。我要住在这里。平安是西雨的儿子，西雨是徐护士的老公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你跟他们是一家人，那你跟妈妈是什么关系呢？你不再是妈妈的儿子了吗？西雨是平安的爸爸，徐护士的老公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我在问你，你跟我是什么关系？你就不再是我的儿子了吗？西雨不想当妈的儿子。你在说什么？西雨，不可以这样跟妈讲话。教得好。哎，您慢走啊。西雨，父母啊，
西雨还是不肯回家。好，我明白了。什么意思？韩总，姐夫在我们家？看来是这样。何笑，西雨以后在你们家有什么情况，你随时告诉我。好，知道。你说西雨跑到姨母家，那这么说事情都解决了？怎么说？西雨可是舅妈的心头肉，我想这次舅妈还是会原谅莹莹的。对了，今天阿姨捡到了一把钥匙，我以前没见过，我去试了一下，好像是你书房抽屉里的。你里边放了什么呀？还上了锁？你打开了？没有啊。我们虽然是夫妻，但是还是要彼此尊重隐私吧。没有经过你的同意，我哪敢随便翻你的东西？老公，你里边放了什么呀？藏了什么秘密？睡觉。跟人一起再看。谢谢爸爸。亲家母昨天晚上不定有多伤心呢。你看我们女婿就跟没事人一样。最近韩总也很关心姐夫，也跟我说随时向他报告。哎，徐远，你是不是喜欢吃鱼？来，我挪过来。妈，没关系的，西雨他夹得到。谢谢岳母。没事。丈母娘，我也喜欢吃鱼，为什么放在那边呢？你有腿不会站起来啊？妈，你也太偏心了吧！哟，还帮着他说话。你们和好了？丈母娘，别说什么和好不和好，我们是夫妻嘛，床头吵架床尾和嘛。虽然我的老婆嘴巴很硬，心里却是很疼我的，是不是？喂，走开！恶心！走开，走开呀！走开就是从客厅
搬回房间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走开呀！他笑了，他笑了。哎呀，儿子，今天晚上你的爸爸就可以跟你睡在一起了。你怎么知道是儿子不是女儿啊？那还用说？大家吃饭，大家吃饭。别看烦你吃。吃饭。喂，大嫂，去你家？对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哦，好啊。莹莹，本来送你东西，我应该亲自拿过去才对。不过，我觉得你还是过来试穿会比较好。大嫂买了衣服给我啊？不是，因为我怀孕了嘛，可能很多衣服穿不了，所以就想送给你。不过很多衣服我只穿过1、2次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会的，给我吧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介意。在衣帽间，就是这几件。你看看怎么样？啊，很漂亮啊，谢谢。我再找一找，那边可能还有一些，你先看一下。莹莹，你知道这个衣服吗？好帅哦！这衣服谁挑的？你挑的。我当然知道是我挑的。别动，别动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件衣服是我老公的，倒不是我送的。你知道是谁送的吗？不知道。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我老公外遇的那个女人吗？这个衣服就是他送的。怎么不丢掉啊？虽然过了这么久，但是我还是很好奇，我那一眼无趣的老公所外遇的女人到底是谁？所以我想留着她，一辈子记住这样的屈辱跟伤害。你不会认为我是很可怕的女人吧？你不会理解，因为心雨眼里只有你。不过你不要误会，我老公也只是那一次而已。你知道当时被我发现，他怎么跟我道歉吗？他跪下来求我，他求我原谅他。喂，老公，你在楼下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换个衣服马上就下去。我老公，他说要给我惊喜，不知道带我去哪儿。我也差不多有事，准备要走了。等我换完衣服，我们一起下去吧。老公，表哥，我有东西要给莹莹，所以叫她过来拿。哦，何潇呢？我让他先回去了。我老公特意丢下工作跑过来陪我，他现在变得真的好体贴。老公，我们送莹莹回去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就行了。你们玩得开心一点，先走了。
觉得你今天怪怪的，突然间这么周到，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，还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？这女人啊，不够体贴会抱怨，体贴了吧又觉得可疑，女人真难伺候啊。你说我老公平时这么忙，突然间开小差，要带我去吃饭，换成别人也会认为你是有鬼吧？谁呀？谁这么唯恐天下不乱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种人不要跟他们来往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跟莹莹聊过天，我觉得她好像真的忘记江一峰了。我之前还担心她跟西雨要怎么生活，不过现在我觉得她好像真的很喜欢西雨。你说那个蒋一峰已经结婚了是吧？啊，对啊。也不知道他跟现在的老婆生活的怎么样。你说他会把过去的事情告诉他老婆？哎，又没有联络，我怎么知道？也是。虽然过了这么久，但是我还是很好奇，我那一板一眼无趣的老公搞外遇的女人到底是谁？所以我想留着她，一辈子记住这样的屈辱跟伤害。大嫂干嘛突然跟我说这些？难道她真的知道了？妈，老公，你这是？谢谢你。谢谢你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没有离开，一直陪着我，帮助我。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，你也能一直陪着我。我现在真的很怀疑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？曾经做过，而且我也没有忘记当时的你有多受伤。都过去那么久了，干嘛突然提起？我觉得你可能没有放下。那么，如果我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，她叫什么名字，你会告诉我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已经过去了。我在乎的是现在，在乎的是你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既然我们决定重新开始，就应该忘掉过去。我希望你能做到。对吗？大叫一下，这是您要的咖啡，请慢用。谢谢。妈，搬回来住吧。你是说真的吗？我现在让你搬回来住，并不是说明我可以原谅你。你想一想，这种事情，但凡是个人，这种心结是很难以逾越的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可以回来住，不能把平安带回来。孩子啊，我再说得明白一点，我并不是让你在平安和西雨之间做个选择，
我现在是让你在平安和你家人之间做个选择。想想你的家人，如果只要平安不带回来，你的家人还可以和现在一样，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。平安呢，也可以在环境好的学校里继续的上学。我能理解妈是什么心情说出这些话，可是平安他一直到5岁才第一次叫妈妈，我不能再抛弃他了。那我明白了，原来你可以抛弃西雨，对你来说是一件更简单的事情。西雨他是大人了，而且他身边有个对他不离不弃的妈妈。对不起。那好吧，你带着平安一起搬回来吧。妈，你是真心的吗？当然，在你搬回来住之前，我有一个要求，在这里给我写一份保证书，保证放弃以后对江家财产的继承。孩子啊，我不过分的，我一点不过分。我好像记得这句话还是你说的呢。你说是江家的财产，1分钱你不会占的。难道你是一个习惯说假话的女人吗？不是。如果妈提出这个要求，是因为上次丢耳环的事。如果妈怀疑平安是小偷，那么这件事，请妈再考虑。耳环找到了，是我上次放错了地方，唐阿姨当做垃圾把它扔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服务生，请给我纸和笔，谢谢。不行，你不能办不行。可是我婆婆都已经答应了。是啊，那亲家们都已经答应了，这也没什么不可以呀。那不然怎么办呢？西域你已经看到了，他如果坚持不回去，那怎么办呢？西域肯定不会自己回去。那就叫他们来人把他拉回去。你不能搬回去啊！你就算把他拉回去，他还会再自己跑来。万一下回真的出事怎么办呢？是啊，这次是运气好，要是迷路，真的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。你是不是不想离婚了？哎，我说你这老头子怎么回事啊？哪有你这么当爹的？老逼着女儿离婚。她婆婆已经知道了，心里肯定不痛快，往后给女儿脸色看。你说这日子会好过吗？话是没错，可是没什么可是。你呀，先把西雨送回去，好好的哄哄她，之后就离婚。爸，别说了，照我的话去做。听好了啊，这次回去你可是要离婚的啊！哎呀，我说你这老头子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你这……莹莹，你老实告诉我，
你不想离婚，是不想离开西域，还是怕你离婚之后咱们家的日子不好过？你老实告诉妈。我不想跟西域分开，平安也不想。好，这就行了。你爸那边交给我，你就带着西域先回去，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都回来了。西域真了不起，把媳妇和儿子都接回来了。来来来，快这边坐，阿姨去给你们拿饮料啊。好。哎，唐阿姨，妈和悉尼都不在啊。哦，一会儿就该回来了。哦，徐护士，我看平安的事儿，悉尼不知道，你呀，最好也别说。我怎么听到有人在说我的名字啊？唐阿姨，你该不会是在说我的坏话吧？啊，没有，我哪敢说你的坏话呀？你们两个坐，我去给你们拿饮料啊。跟你开玩笑的。回来了。平安，看，我为了欢迎你回来，给你带什么？棒棒糖。哎，要说什么啊？谢谢姑姑。乖，来。你早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回来啊？虽然我在这个家像个局外人，但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也是有眼线的。我行李都放好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拜拜。悉尼，你放心，你们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，我也没兴趣知道。谢谢你。唐阿姨，多做一点饭啊，我饿。那么，如果我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，她叫什么名字，你会告诉我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已经过去了。我在乎的是现在，在乎的是你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既然我们决定重新开始，就应该忘掉过去。我希望你能做到。从前曾经深深爱过你，一个吻换一生期待，多少苦多少泪，依然渴望你回来，天长地久的相爱，至少给我一个理由，欺骗自己，当作离开是为我好，怎么狠心让我一个孤单承受失落的痛，
离别的苦，到底我算什么？你曾经爱过我吗？一句谎言摧毁一生，难道你不在乎？任性让我一直等，一辈子不爱别人，真爱值得去等待。太太，我走了，等一下。帮我把这衣服丢了。喂，是我，老公。没事儿，就是问你晚上想吃点什么。我吃什么都行。对了，我今天不用加班，我会早点回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嗯。娜娜，你看，他把那个照片给换了，而且故意的把钥匙留给你。其实他就是想说，他已经完完全全把那个女人给忘记了。是不是忘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不想我再追究。你还是不想原谅他，是吗？心情不错，那当然了，人逢喜事，精神当然爽了。因为你老婆怀孕的事啊。我老婆怀孕那是个悲剧，我是自由的风，好端端的给孩子困住了，我哭又哭不出来，还不能说不要。哎呦，我快烦死了。哎，能算是喜事吗？我说的是姐夫。西雨，怎么了？韩总不知道吗？姐夫跟大姐回家了，看他们应该不会离婚。那平安呢？什么？平安也跟他们回家了？那当然了，平安的身份韩总应该知道了。平安是大姐的命根子，大姐不可能丢下她自己回去。是我舅妈允许的。那应该是吧。哦，到底平安会不会成为江家的孩子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会不会呢？平安快5岁了吧？嗯，已经5岁了。这么快？一个5岁的正常的孩子，这个时候就应该读书认字了。要不然，我替他请个老师到家里来教他吧。啊？怎么？你觉得有问题吗？平安这个年纪是应该开始学习了，可是我不想请老师到家里来，我想让他去上幼儿园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你这个孩子跟别的孩子是不一样的。妈，平安没有不一样，他只是以前受到过惊吓而已，所以我更想让他跟其他的孩子相处。如果怕受伤，就把他跟人群隔离，那么情况只会越来越糟。而且医生评估过的，他可以上学。好吧，那就随你吧。我只是想给你提些好的建议，如果你不接受的话，那我不会勉强你的，一切就由你来决定。我知道了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很羡慕我哥，因为生病的关系，他独占了我妈所有的爱。可是现在，我反而觉得很幸运，
不必承受我妈过度的爱。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，印象当中，我哥并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。西雨的病不是天生的，是不是天生的我不知道，只记得小时候，哥虽然很害羞，但还是愿意跟人说话的，就好像现在的平安一样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越来越退缩，越退缩，我妈就越不让他出去跟人接触，依次恶性循环。所以我赞成你让平安去幼儿园，让他去接触外面的世界，交更多的朋友。我只是觉得你先生跟一般的自闭症不太一样，所以想问一下。哥，平安，来，我给你们拍张照，你们坐在沙发上吧。坐好了啊，看我这边，靠近一点，笑一笑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我明白了。妈，我让你来是想让你看一份文件。平安的爸爸黄信已经同意放弃平安的监护权了。妈什么时候见到他的？我的结婚戒指，谢谢妈。不用谢，只要你不打算跟西雨离婚，我真的不希望看到这个戒指会从你手上脱下来。不会再有下次了。我让你看，我就是不希望有人举着这个同意书威胁到我们全家。当然了，我也不是要同意让你来领养平安。可是平安是我的儿子，平安还是可以住在我家里，你可以像照顾亲生儿子一样的去照顾他，我不会有意见的。可是要解决平安的户籍，他的户籍问题早晚会解决的。他不过就5岁嘛，距离他上小学还有一段时间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能不能不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？我想这份同意书就暂时让我来保管，如果将来你有什么需要，再问我拿，行吗？虽然很想反对，可又能怎么办呢？亲家母肯让你带平安回去，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了。现在这样也好，起码不用担心黄兴那家伙又来要钱，或者要带走平安什么的。我想这件事对我婆婆来说太突然了，她一时之间还是很难接受。我没事，平安待在我身边，让我尽一个做妈妈的责任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你也帮我跟爸说一下，请他别担心。我先挂了。好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一声不吭站在这儿，你想吓谁呀？我刚才跟莹莹说的话，你都听见了？我又不聋。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神经病啊你？你亲家母都说可以了，你干嘛还非要逼着女儿离婚呢？倩姐母嘴上说可以，那心里还是不可以。我有那么笨呐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以为我愿意把女儿送到婆家去，看她脸色过日子？那还不是因为莹莹啊，她舍不得西雨。而且西雨她也很喜欢咱们平安，平安她也很喜欢这个爸爸。哎，他们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，难道你就看不出来？妈，怎么，西雨一定要跟你一起去吗？我们一起去幼儿园的入学典礼，那是爸爸妈妈也可以去的。妈如果不放心，可以让邹毅跟我们一起去吗？对不起，邹毅今天公司有事要去，你自己去吧。谢谢妈，我会照顾好他们两个的。原来
再见。走了。妈再见。接下来呢，有老师带小朋友一起参观幼儿园，家长朋友们就先留在这儿。小朋友们，一会儿跟老师一起参观幼儿园，好吗？好。走吧。平安，小朋友都进去参观了，你也一起去啊，好不好？他好像很害羞啊。他平常都待在家里，比较少跟人接触，所以比较害羞。小朋友刚来就是这样的，久了就习惯了。小朋友，你今天先跟妈妈一起参观，但是明天就不可以这样撒娇啦，好不好？我也可以一起去吗？可以啊，走吧。西雨，我先进去带平安一起参观，你在这里等我可以吗？我很快回来。走了。特别漂亮，特别好。哟，好难得有爸爸能参加开学典礼，你真是个好爸爸。西雨是好爸爸。这男的有点怪怪，不太正常。我早发现了，看起来不是正常人。对呀，挺吓人的。西雨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开心啊？这块再调深一点。怎么调啊？再调深一点？这点小事你自己不会决定？我会决定，可是我决定了，你又不满意，到时候又得重来，不浪费时间嘛。我看看啊。有脏东西。哦。我帮你擦掉吧。喂，今天晚上我们去庆祝一下吧。为什么？不是刚登场这桩大生意吗？今天晚上我们去庆祝一下。好啊。好啊。来，准备大家预备，拜拜。什么嘛，已经醉了。看你们两个常常去喝酒，还以为你很能喝嘞。你说谁常常一起喝酒？就是你们两个啊，常常背着我去喝酒，还以为我不知道？老实说啊，老板，我看你最近心情挺好的，好像把旧情人忘得差不多了。说实话，是不是因为悉尼呀？神经。来，哎，再帮我倒一点。喝了。为什么？喝多了。笑什么呀？来，我们俩喝。
你好，我周毅。你好，我不知道他住哪里，也不知道该联络谁。看他电话好像经常跟你联系，所以你知道他住哪里吗？知道。我为他母亲工作，今天不好意思，真麻烦你。没事。悉尼，回家吧。啊，来，你怎么来了？走，回家。啊，慢点。哎呀，干嘛呀？啊，谢谢。拜拜，拜拜。谁让你来的？啊？你醒啦？还好吗？天哪，原来宿醉是这种感觉，头好疼啊！把这个喝了，听说对解酒很有帮助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我是怎么回来的？你都忘了？完全没有印象。是邹毅带你回来的。邹毅？好像是你同事通知他去接你的，他怕你妈发现会骂你，还打电话给我，串通我去帮你开门。解酒药也是一大早他送过来的。你跟邹毅好像进展得很不错啊。你说什么呢，嫂子？我们只是哥们儿。真的？哎呀，真的，我喜欢的人不是他。你有喜欢的人了？是谁啊？嫂子，帮我拿下电话。喂，老板。听你声音就知道刚睡醒，上午没什么事儿，下午清醒再过来。什么人啊！我话还没说完呢就挂了。嫂子，你笑什么？没有，唐阿姨呢做了很多你爱吃的，赶快下来吧。好啊。对了，嫂子，上次帮哥还有平安拍的照片已经出来了，在我的包里。来，给你。好可爱啊！那个男人是我第一个爱上的人。他是你喜欢的人吗？不，怎么可能？他只是我的老板，只是老板而已。喂，你好。我是 Simon。Simon 呢？好久不见，怎么突然打来呀？孩子的事。孩子？什么孩子？振宇不是说他要送他侄子到美国来念书，要我帮他找学校的吗？他来了，你等一下。Simon 电话从美国打来的。
哦。喂，哎嘿 ，Simon。啊，那个这样，我差不多快上班了，回头再说，好吧？好，哎，嗯。Simon为什么打过来？正好有一个朋友的孩子想暑假去美国读书，说怕到了那儿没有人照顾他，就拜托我找人。那我就想和 Simon 啊，我先上班了。慢走。哎 ，Simon， 嗨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。啊，对了，那个送我侄子去美国读书的事情情况有点变化，可能暂时没有那么快能够过去。我忘了跟你说了。啊，不，还是要去的，只是没有那么快。啊，对了，还要拜托你一件事情。我老婆呢，她不太喜欢我管别人家的事儿。所以你下次要打电话跟我说，就直接打我手机，不用往家里打，好吗？谢谢。拜拜。